各位健康之道的朋友们，咱们今天要聊一个特别重要，但又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话题。咱们这代人啊，辛苦了一辈子，省吃俭用，从牙缝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养老钱、血汗钱，是不是都习惯往银行里存？总觉得银行有铁门、有监控、有国家管着，那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今天啊，志玲要给大家提个醒，特别是那些手里有好几张定期存单，觉得自己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可真的要好好听一听，因为一个不小心，你留给孩子的可能不是财富，而是一堆跑不断腿、生不完气的麻烦事。如果你去银行存钱，只知道拿回一张存单，或者把存折锁在抽屉最底层，却少做了最关键的一步，那我跟你说句实在话，等你100年之后，这笔钱你的孩子很可能1分钱都取不出来，哪怕他们手里攥着你的存折、你的身份证，甚至知道密码，跑到银行柜台，柜员很可能只会冷冷地回他们一句，按规定办不了。你别觉得我是在吓唬人，这种事就在我们身边真实的发生着，而且一旦碰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今天咱们就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看看里面的门道，帮大家避开这个可能让子孙后代犯难的大坑。我先给大家讲个真事，就发生在我不远的一个亲戚身上。老人家姓蔡，咱们就叫他老蔡吧。老蔡今年70出头，身体一向挺硬朗，平时爱散步，听听广播，一辈子勤勤恳恳，在公家单位做到退休，不赌不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变多。他觉得什么投资理财都虚，只有把钱换成定存单，锁在自家的铁盒里，那心里才叫一个踏实。老蔡走得很突然，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早上就没醒过来，是突发的心肌梗塞。家里人自然是悲痛欲绝，但悲痛过后，现实问题就来了，办后事是需要钱的，买墓地、殡仪馆的各项费用，做法事，林林总总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老蔡的儿子，咱们叫他小蔡，是个老实本分的上班族，他知道父亲省，但没想到父亲那么省。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他在父亲卧室衣柜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铁盒子，打开一看，小蔡的心先是放下了一点，紧接着又提了起来，里面整整齐齐的码着7张不同银行的定期存单，每张金额都是30万台币，加起来200多万，还有2本存折，里面有些零散的活期。小蔡当时心里还挺安慰，想着父亲虽然走得急，但留下的这笔钱足够风风光光的办好后事，剩下的钱正好可以按照父亲生前可能的意思分给妹妹一些，也让老人家安心。可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小蔡的预料，他拿着这些存单、存折，带着父亲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自己的证件，以为万无一失了，匆匆赶到了其中一家银行，排队到了柜台，他把这一叠东西小心地递进去，对柜员说：“您好，我父亲前几天过世了，我们现在急需用钱办丧事，想把他名下的这几张定存提前解约取出来。”小蔡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了，儿子取父亲的钱，天经地义啊。根据规定，存款人过世后，其名下所有账户必须立即冻结，转为遗产处理。您现在是无法办理取款或者解约的。小蔡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当时就急了，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了：“为什么不行？这是我爸的钱，我是他亲儿子，存单、身份证、印章都在这里，密码我也知道，这钱难道就不是我们的了吗？你们银行要吞掉吗？”他越说越激动，脸都涨红了。行员赶紧解释，语气透着无奈：“先生，您别激动，我们绝对没有要吞您的钱，这是法律的规定。存款人一旦去世，这笔钱在法律上就不再是普通的存款，它变成了遗产。遗产是属于所有合法继承人的，不是您一个人有权处置的。我们必须等到所有继承人一起到场，或者你们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继承文件，比如经过法院认证的遗嘱，或者全体继承人签署的协议公证书，并且还要确认已经向国税局申报完遗产税相关事宜后，才能办理支取。您现在直接告诉我们存款人过世了，我们的系统就必须执行冻结程序，这是为了保护所有潜在继承人的权益，避免纠纷。小蔡听得头昏脑胀，他捕捉到了几个关键又麻烦的词：所有继承人、遗产税、法律文件。
他急忙问所有继承人，我还有个妹妹嫁到外县去了，难道为了取我爸自己的钱，还得把她专门叫回来，还要去跑国税局？我这边灵堂还设着，等着钱付给殡仪馆呢。行员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规定就是这样。我们也很理解您的心情，但如果我们擅自把钱给了您，万一您的妹妹或其他继承人后来提出异议，我们银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个风险我们承担不起。结果怎么样呢？老蔡那200多万存款就像被一道无形的铁闸死死锁在了银行的保险库里，看得见摸不着。小蔡为了支付迫在眉睫的丧葬费用，只好硬着头皮向朋友、同事借钱周转，那种在丧父之痛中还要低头借钱的滋味，别提多难受了。这还只是开始，后来他不得不联系远嫁的妹妹，妹妹拖家带口赶回来，来回的路费，耽误的工作，又是一笔损失。更糟糕的是，在处理这笔遗产的过程中，兄妹间一些早年被时间掩盖的小矛盾、小计较又被翻了出来。妹妹觉得哥哥是不是早就知道父亲有这么多钱，哥哥觉得妹妹嫁出去这么多年，对家里关心不够，原本和睦的家庭，为了这笔父亲本想留给他们的爱，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不得不花钱请来专业的代书，帮忙跑整个继承流程，先去户政事务所办理父亲的除户手续，拿到正式的死亡证明，然后去国税局查询父亲名下的全部财产清单，申报遗产税，再拿着税单或免税证明、死亡证明、全体继承人的身份证明、印章，以及那些好不容易凑齐的所有人同意分配方案的书面文件，一家一家银行去跑，办理继承过户或解约取款。这个过程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8个月，期间耗费的精力、时间，还有支付给代书的费用，兄妹间消耗的情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老蔡若是在天有灵，看到自己省吃俭用一辈子，本想给孩子铺点路，结果却让他们陷入如此狼狈不堪的境地，甚至差点反目成仇，该有多么心疼和后悔。听到这里，可能很多老朋友会一拍大腿，这银行也太不通人情了吧，这不是刁难老百姓吗？咱们先别急着生气，平心而论，这事儿啊，还真不能完全怪银行柜台的那个行员，咱们得把这里头的道理捋顺了，才能明白为什么我说少做一步，后果会这么严重。从法律角度看，只要人还在世，这笔钱就是你的私有财产，你想怎么支配都行，银行认的是你的密码、你的印章、你的亲笔签名。但是当人去世的那一刻起，这笔钱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人，它变成了一份遗产。而遗产归谁呢？法律上有个词叫共同共有，这个词很重要，意思是这份遗产属于所有合法的继承人共同拥有，而且是不分份额的共同拥有。也就是说，老蔡的那200万不仅仅是儿子小蔡的，也是女儿小芬的。如果老伴还在世，那老伴也有份，而且是优先的份额。银行只是个保管钱财的机构，它既不是法官，也不是调解员，它怎么知道你们家有几个孩子？怎么知道你们家庭内部和不和谐？万一银行今天因为小蔡拿着材料来了，就把钱都给了他，明天女儿小芬带着律师找上门，说这钱也有我一半，你们银行凭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全给我哥？你们要负责，那银行可就惹上大麻烦了，他可能面临真正的赔偿。所以对银行来说，最安全、最合规的做法就是一旦确认存款人去世，立刻冻结账户，把门锁上，然后等着所有合法的权利人拿着法律认可的钥匙，也就是那些公证文件、税单等，一起来开锁。这个逻辑从银行风险控制的角度看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就出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认知和法律的实际规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咱们的想法很朴素，我的钱，我告诉我儿子密码了，或者我把存折给他了，那这钱自然就是他的了，或者就是我们家的了。我们忌讳谈生死，更少去提前了解去世后财产处理的繁琐程序。正是这个认知的错位，导致了绝大多数家庭在遭遇亲人离世的变故时，都会面临这种有钱取不出的困境，让人在悲伤之余，又添上一层焦虑和无助。讲到这，不知道手机前的您，是不是觉得后背有点发凉？是不是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如果您觉得志玲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重要，或者您身边也有亲友正把毕生积蓄存在银行，请您动动手指，给咱们健康之道的视频点个赞，或者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下次我们再有这种关乎大家切身利益，避免吃亏上当的实用内容，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咱们不图别的，就图个明白，图个安心，让辛苦攒下的钱真能福泽子孙，而不是变成他们的负担。您说对不对？好，咱们把话题拉回来，既然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难道就没有办法破解这个困局吗？办法当然有，而且并不复杂。只要咱们做父母的提前多花一点心思，多做那么一两步准备，就能帮子女避开后面那无穷无尽的麻烦。在讲具体方法之前，我必须先帮大家纠正几个特别普遍又特别要命的错误观念。正是这些观念让很多子女在银行白白受气，跑断腿。第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只要有密码，钱随时都能取。这个想法真的害了很多人。很多老人觉得，我把银行卡密码告诉儿子了，或者把存折密码写在一张纸条上，贴在存折背面，这就等于把钱交给孩子了。我告诉你，大错特错。现在的时代，信息是互通的，即便银行和户政系统没有完全实时联网，但风险意识已经非常强。最关键的是，如果你的子女不清楚这里的利害关系，跑到银行柜台，为了证明自己的取款合理性，傻乎乎地对柜员说，这是我爸的账户，他走了，我来帮他取钱。就这一句话，全完了。密码再正确也没用，因为从法律上讲，存款人去世的那一刻，他对这个账户的一切授权，包括密码的使用权，就自动终止了。此时，如果任何一个继承人，比如不知道此事的其他子女，拿着死亡证明去主张权利，银行必须站在法律一边。更严重的是，如果子女在父亲去世后，用密码通过 ATM 机把钱取走了，而没有告知其他继承人，这甚至可能涉嫌侵占遗产，是可能惹上官司的。所以，有密码就能取，这个观念必须从脑子里彻底清除。第二个误区是觉得定期存单就等于现金。很多老人特别喜欢存定期的感觉，觉得那张实实在在的纸质存单握在手里，比银行卡上一串数字要踏实得多。但是，这张让你安心的存单，在办理继承时，反而可能更麻烦，因为定存单本身有期限，提前支取需要存款人本人办理，本人不在了，就需要所有继承人一致同意提前解约，这又回到了那个全体继承人到场签字的死循环里。而且，存单如果藏得太隐蔽，子女找不到，那就更糟了，这笔钱可能永远沉睡在银行里。第三个误区是我把存折交给老大，让他去分给弟弟妹妹就好了。很多父母心里可能会有偏爱，或者觉得老大最稳重、最可靠，于是私下里把主要的存折、密码都告诉老大，心里盘算着老大最懂事，取出来肯定会公平分给其他人的。我的老朋友们，这其实是在拿一笔巨款考验人性啊！亲情在很多时候是坚固的，但在巨额的利益面前，有时会变得非常脆弱。万一老大取了钱，想法变了呢？万一老大的配偶有不同的意见呢？万一其他子女觉得分配不公，怀疑老大私吞了呢？这样的故事我们听的还少吗？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父母的养老钱是取出来了，但兄弟姐妹之间几十年的感情也草没了，甚至闹上法庭，老死不相往来。这绝对是天下所有父母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好了，说了这么多问题，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那到底该怎么办？别急，志玲这就给大家支几招，只要你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我敢说能为你子女省去未来 90% 的麻烦，也能最大程度的守护家庭的和睦。第一招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叫做家庭财务阳光化，别让钱财成谜团。这就是我开头说的，很多人少做的那一步。不少老人有自己的心思，喜欢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家银行存一点，那家信用合作社存一点，甚至还有一些老一辈的喜欢把现金藏在旧书本、旧棉被里，而且谁也不告诉，觉得这样最安全，或者留着自己应急。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隐患极大。你想啊，如果你突然走了，子女根本不知道你在外面还有多少个账户，多少张存单，他们可能只找到了你常用的那本存折，其他的钱就永远被遗忘了。
这些账户长期没有交易，就会变成睡眠账户，时间久了，银行可能会依照规定处理，甚至最终归公，你这辈子的心血就真的灰飞烟灭了。所以你一定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财产清单，不用搞得太复杂，不用像正式遗嘱那样需要见证人，你就找一个结实的笔记本，或者用电脑打一张表格，清清楚楚地写下来，我在哪几家银行有账户，账号后4位是多少，存折或银行卡放在什么地方，比如衣柜右下角黑色铁盒内，密码是多少。除了银行存款，如果你还有买了寿险、意外险等保险，也要把保险公司、保单号、业务员电话记下来。如果外面还有别人欠你的钱，也要大致写一下是谁，欠了多少，有什么借据。这份清单就是你留给子女最宝贵的寻宝图，你把它放在一个安全但又子女知道的地方，比如和你最重要的证件放在一起，或者当面交给你最信任的一个孩子保管。有了这张图，子女去国税局查财产明细时就能直接核对，去银行办理继承时就能一次性全部处理，再也不用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问，到处碰壁。这一步能给他们节省无数的时间和精力。第二招叫做预留过桥前设立安全通道，这一点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有长期慢性病的老朋友，你不能把所有的钱都锁死在自己名下的长期定存里，你必须考虑到，你走之后，子女办后事是等米下锅的，根本来不及走完漫长的继承流程。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提前准备好一笔应急备用金，这笔钱不用太多，够支付基本的丧葬费用和头几个月的必要开销就行。怎么准备呢？有几个方法。一是在你意识清醒、行动方便的时候，可以带着你指定的子女一起去银行咨询办理约定转账或者代理人手续，授权他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操作你的账户。当然，这在实务中也可能比较复杂，更直接有效的方法是我们民间常说的蚂蚁搬家。如果你觉得年纪大了，或者身体有些小毛病了，可以趁着节假日子女回来时，让他们陪着你去银行，分批分次的将一部分大额存款转存到子女的账户名下，或者取出一部分现金放在家里的保险箱，并告知子女密码。这笔钱就是专门用于应急的过桥资金。但是这里有一个天大的注意事项，我必须用最严肃的语气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去世，子女在不知道这个规定的情况下，拿着你的卡去 ATM 取了钱，或者用你的存折试着去柜台取款，从技术上可能成功，但在法律上是有风险的。如果取出的这笔钱确确实实是用于支付你的医疗费、丧葬费，并且子女保留了所有正规的发票、收据，那在法律上是能够得到支持的，属于合理必要的支出。但如果钱取出来后没有用于这些事项，或者没有票据证明，将来其他兄弟姐妹质问起来，老爸刚走，账户里怎么就少了5万？这钱去哪了？那就真的解释不清了，很可能被认定为私自侵占遗产，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所以我建议的少做一步中的精髓，不仅仅是留清单，更是提前沟通，留下证据。最好的时机是在家庭团聚、气氛融洽的时候，比如过年过节，大家吃完团圆饭，坐在一起聊家常的时候，你可以把话挑明，拿出你的清单，或者不拿清单，直接说，告诉所有子女、孩子们，爸妈这辈子攒了些钱，都存在这几个银行了，密码是，万一我哪天走了，这张 XX 银行卡里的钱，先让老大取出来，用来办我的后事，付清所有费用，发票收好，剩下的钱，你们兄妹几个平分。我希望你们能和和气气，互相帮衬，这样我在下面也安心。你说这段话的时候，可以让子女用手机录个音，或者拍个简短的视频，别觉得难为情，也别觉得不吉利。这一步在关键时刻就是避免家庭内战，保护子女不被银行刁难，不被法律风险缠身的尚方宝剑和定心丸。它代表了你的智慧和你对这个家最深层的关爱。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去银行存钱，千万别只拿回一张存单就了事。因为那张纸在你活着的时候是财富的象征，但如果你没有做好深厚的安排，它就可能变成一张打不开的锁，甚至是一根点燃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你要补上的那关键一步，
其实就包含了3个动作。第一，动手写一张清晰的财产清单，别让你的血汗钱成为子女解不开的谜题。第二，提前规划并预留出一笔应急现金，别让你的孩子在最悲伤无助的时候还要为钱四处求人，焦头烂额。第三，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开一个家庭会议，把钱的安排公开、透明的交代清楚，最好留下录音或录像作为证据，用你的远见为子女的团结和睦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咱们做父母的操心了一辈子，小时候怕他们饿着冻着，长大了怕他们工作辛苦受人欺负，现在咱们老了，手里这点积蓄是咱们最后的底气，也是想留给孩子们最后的一点帮助和祝福。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忌讳谈论死这个字，或者觉得到时候他们自然有办法，就把一个充满荆棘的难题原封不动地丢给已经悲痛欲绝的孩子。你想想看，若干年后，当你的孩子们在整理你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信封，里面不仅有所有银行的存单凭证，还有一张你亲笔写的字迹工整的财产清单，信的末尾或许还写着：孩子们，清单上的就是爸妈这辈子给你们留下的全部了，怎么取怎么分我都想好了，你们要互相照顾，团结一心，爸妈永远爱你们。那一刻，孩子们感受到的将远远超过金钱的价值，那是你跨越时空传递过来的最后的也是周到的爱护。这份充满智慧和预见的爱，才是咱们能留给孩子最宝贵最温暖的财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但非常现实，也非常有用。如果您听明白了，也觉得志霖讲的有道理，请您务必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您的另一半，或者分享到家族亲友的群里，让更多的老朋友都知道银行里的这个潜在规则，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以后吃亏。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在健康之道上，我们不仅要追求身体的健康长寿，也要追求家庭财务的健康和生活的明白。如果您还没订阅我们健康之道频道，记得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祝愿各位老朋友身体健康硬朗，家庭幸福美满。咱们下期再见。